明明是中情局特工，却偏偏靠捡垃圾和瓶子隐居了30年。本以为余生就这样平安混过去了，可最近他看什么都感觉反常。于是他将罐子钻了个小洞，又用鱼线穿成了一串，然后这边绑在卧室，另一边则牢牢拦在了楼梯口。怎料到了半夜，他果然被一阵罐子的碰撞声惊醒。他立即本能的警觉起来，可刚走下楼梯，就看到狗子在黑暗中扑向了一个人影。等打开灯，他才惊奇的发现，罗威娜已经死死咬住了陌生男的喉咙。此刻男人还有一口气，可他问及对方的名字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。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隐居生活到此结束了。他毫不客气地将杀手毙命，竟真的在尸体上搜出了一把专用弹簧刀。他随即便握着对方的手，拿起枪，对着墙壁连续扣动了扳机，紧接着又打电话报警。他声称遭到了匪徒持枪夜闯民宅，但可能已被自己给打死了。下一秒，他挪开床头桌，又搬开了地板上的盖子，里面早已准备好了各种身份的护照，然后是2把枪和成捆的现金。将这一切都装入行囊后，他又淡定地应付了上门盘问的警察。年迈的他再次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他叫丹叔，是从阿富汗战场神秘消失的美国间谍，因为5年前老伴去世，所以现在只剩2只罗威奈犬相依为命。他唯一牵挂的还有个女儿，可如今却不得不电话告别而出去躲一阵子。丹叔无法住酒店，便用假身份预定了一间民宿，本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，没想到一通电话却再次将他拉到了危险的边缘。原来电话那头的人竟是中情局反间谍副局长哈罗德。对方也不废话，立即表示此次行动不是自己负责的，并且没有人知道2人仍保持联系。而接下来的消息却让丹叔不禁感到了一阵脊背发凉，因为就在他车轮的上方已经被中情局安装了定位跟踪器，更重要的是再有3分钟就会有2名特工抵达他所在的位置。情急之下，他只能立刻离开这个危险之地。通过2人的对话不难看出，丹叔和哈罗德已经是彼此熟知的老相识了。似乎一旦丹叔被抓，对方深埋的秘密历史也会被揪出来问责，所以协助他逃跑是最明智的选择。而对方也是刚刚被聘为顾问，眼下特工的目的是将他召回而不是暗杀，但具体原因尚且不明。而基于现状的分析，哈罗德立即给了丹叔2个选择，要么转入地下进行反击，但这样2人就成了对立的敌人，那自己不得不将丹叔的女儿牵扯进来，再利用父女情将他捉拿归案；要么他彻底人间蒸发，并且不能和女儿有任何的联系，因为 FBI 会24小时监视，只有不联络才能让女儿过平静的生活。此刻的丹叔虽然不舍分开，但似乎也只有离别才是保护女儿的最佳选择了。随后他再次拨通了女儿的电话，可当他说明了现在的处境时，自己的决定却遭到了女儿的强烈反对。于是他做了第3个选择。下一秒，只见跟踪器被定位到了远离主路的野地里，可到了现场却并没有丹叔的身影。2名特工刚下车准备搜索，就有1人被一个黑影突然撞飞。紧接着丹叔下了车，他先是打开门将狗子放了出来，然后砰砰2枪解决了已经倒地的1人，随即又与另1人扭打在一起。尽管丹叔老当益壮，却偏偏输在了年轻火力旺的大力小伙子手上。他还想寄希望于出去打野的2个狗子，怎料最后还是稍稍晚了一步。但显然对方还是低估了丹叔的实力，车子还没开出去多远，他就偷偷系上了安全带，然后又摸出弹簧刀，再不声不响地割断了脚上的绑绳，紧接着趁对方不注意，一脚踹了过去。就这样，丹叔一股神力搞翻了车，2人随即又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了搏斗，这也为狗子及时赶到赢取了时间。在一阵疯狂的撕咬过后，丹叔终于成功获救了，而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却将摄像头另一边的哈罗德给震惊了。随后他利用特工的手机拨通了电话。很快，丹叔便连夜找到了一处报废车处理站。他先是换上了以磨平花纹的轮胎，然后又重新装上了另一个州的新套牌。直到天亮，他才住进了提前预定的民宿。然而他刚准备稍作休息，就看到房东小老妹儿佐伊找上了门。对方虽然表示出了友善，但却对2只威猛的罗威纳非常反感，因为在招租广告上已经明确标注了不允许带宠物入住。无奈之下，丹叔只好再次装车准备离开。可就在他告别之际，却没想到这种尴尬境遇却迎来了意外的转机，因为车子无法启动，需要拖车，他就趁机为佐伊做了顿可口的饭菜。这下整天吃预制菜的房东立即改了主意。此刻再看2只流着口水的狗子，似乎也变得莫名的可爱起来。就这样，丹叔用了70年的厨艺征服了美女的胃，也成功和狗子安顿了下来。更想不到的是，他竟突然收到了佐伊外出共进晚餐的邀请。也是在愉快的用餐过程中，2人彼此也拉近了距离。可是在回家的路上，却又发生了一件暴露行踪的意外事件。由于佐伊喝了点红酒，又偏偏遇上了交警拦路查酒驾。当对方要检查丹叔的身份时，美女立即谎称是自己的丈夫搪塞了过去。也是这一点让警察起了疑心，2人随即便被叫下车进一步盘查。然而丹叔刚站稳，对方就好像突然变得警惕起来，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立即用弹簧刀划开了一个人的喉咙，紧接着又抢过手枪，砰砰2下就解决了眼下的麻烦。这下把佐伊可吓坏了。 I see you.
出于无奈，丹叔也只能习惯性的杀人灭口了。然而刚刚的一幕也不过是他心中对最坏后果的想象罢了。因为昨晚的一战，自己必定会成为被红色通缉令追捕的对象，而实际上美国判定酒驾比较宽松，警察也只是建议没饮酒的丹叔开车就放行了。而后经过一夜的相处，两人的浪漫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进展。第二天一早，丹叔刚准备悄悄离开继续赶路，就听到房子内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。原来佐伊儿子学费的支票无法兑现，一定又是前夫动用了赡养费去花天酒地了。丹叔听着对方的倾诉，表示愿意提供孩子的学费，又默默收拾了地上的碎片，不说一句话的为佐伊做起了早餐。而这一刻的停留，却也同时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。FBI 那边，哈罗德此时才将昨晚的报告取录，安排地方特警进行抓捕。雨叔并不知道自己此时的处境，但是他也知道必须离开。可他改变了最初的想法，想要金姐和自己一起离开。于是雨叔告诉了金姐，警察正在追捕自己，而昨晚应该已经暴露了。如今这里并不安全，但雨叔的话显然吓坏了金姐，更不可能和雨叔一起走。就在这时，雨叔的女儿打电话了，询问父亲为何还没有离开。得知雨叔想要带着金姐一起走，女儿便让雨叔将电话给金姐，开始助攻自己的父亲。当视线来到电话的另一端，和金姐通话的人竟然就是小鹿。原来雨叔的女儿早就潜伏在了 FBI， 而且就是哈罗德的得意门生，怪不得雨叔知道自己已经暴露。然而小鹿的助攻并不成功，挂掉电话后，金姐还是没有选择和雨叔一起离开。It'll be here when I get back. 来到车上，金姐颤抖地拿出手机，想要拨打报警电话，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。房间内突然传来打斗的声音，金姐来到窗边一看，雨叔正在被一个黑人按在地上摩擦，来人正是哈罗德派来的杀手。眼看雨叔不敌，金姐立刻开门放狗。雨叔也乘机脱身，对着杀手开了一枪，但此时 FBI 的人也已经赶到附近。老头将车停下，接着打开后备箱，里面竟然爬出来一个女人。雨叔在解决掉杀手后，想要带着金姐离开，但是金姐死活不同意。于是雨叔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将金姐给绑了。从车上下来的金姐直接怀疑人生，这个老头到底怎么回事？自己只不过和他过了一夜，非要绑着自己一起亡命天涯。雨叔让金姐给自己孩子报个平安，之后就直接将金姐的手机给掰断了。哈罗德因为上次抓捕雨叔时被雨叔提前跑掉，因此遭到了国务院代表的怀疑。他认为哈罗德是故意放走雨叔，哈罗德也没想到雨叔的动作这么快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哈罗德接到了杀手的电话。上次雨叔给了杀手一枪，但因为杀手穿了防弹衣，并没有死去。杀手告诉哈罗德，他怀疑雨叔是接到了风声，因为自己找到雨叔时，雨叔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跑路了。杀手怀疑哈罗德身边有人给雨叔通风报信，这让哈罗德确信了自己的身边有间谍。回到调查局，哈罗德要求见一面幕后的人。原来30年前，米国想要入侵阿富汗，因此派遣特工潜伏进阿富汗，雨叔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起初卧底在阿富汗最大的军阀强哥手下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雨叔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，他决定帮助强哥，也因此雨叔被按上了叛国的罪名。哈罗德当时作为雨叔的联络员，曾经帮助雨叔为强哥提供过武器，这也是哈罗德不想雨叔被抓到的原因。一旦他帮助雨叔的事情暴露，叛国的罪名肯定逃不了。而雨叔之后因为某些原因和强哥闹掰，之后就将强哥的老婆拐走，回到美国，开启了30年隐姓埋名的生活。如今强哥作为阿富汗最大的军阀头子，和米国的政府达成了某些交易，要求米国将雨叔交出来，以报当年的夺妻之仇，所以国务院才会对雨叔进行抓捕。哈罗德见到了强哥的代理人，提出想要见强哥一面，但代理人并没有同意。作为当年事件的参与人，哈罗德直接将强哥和雨叔的恩怨说了出来，这让代理人不得不重视，准备询问强哥的意见。一旁的小鹿听到自己的母亲原来是父亲拐回来的，也陷入了震惊。他来到厕所，给雨叔打去了电话，告诉雨叔哈罗德准备去见强哥。雨叔听后当心女儿的安全，让女儿立刻放弃现在的身份，离开哈罗德的身边。但小鹿为了了解更多真相，拒绝了雨叔。他决定和哈罗德一起去见强哥，而且哈罗德已经怀疑身边有间谍了。如果这次小鹿没有一起去，会第一时间被哈罗德控制起来。于是小鹿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去见强哥的飞机。哈罗德到底为什么要去见强哥呢？雨叔究竟是好是坏？这个女人一见面就让对面的老头分自己一半的家产，关键是老头还同意了。为了躲避追捕，雨叔带着金姐来到了洛圣都。在这里，雨叔的身份是一个投资公司的幕后老板。虽然雨叔隐姓埋名了30年，但是暗地里雨叔利用假身份，在洛圣都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。就在雨叔出门办事时，金姐看着这个豪宅起了心思。既然自己已经被雨叔绑上了贼船，没道理不为自己谋一些好处。于是等到雨叔回来后，金姐特意为雨叔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对雨叔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自己可以继续和雨叔一起，但是要求雨叔必须将所有财产分给自己一半，否则自己就会在第2天去警局报警。金姐的话不禁让雨叔怒火中烧，没想到对方是这样的人，差点就要对金姐动手。但是冷静下来之后，雨叔转身离开了厨房。当再次回来时，他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了金姐。雨叔的反应让金姐很惊讶，明明刚刚还那么生气，现在却突然同意了。 You just said no. Now you're saying yes. I don't understand.
Money isn't a measure of anything to me except the ability to protect my family. My daughter, she's in danger right now. I just found out before I got here. All I can think about are all the ways that things can go wrong, the ways she can get hurt. I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. I don't have time for this.雨叔的一席话也让金姐彻底接受了雨叔。另一边，小鹿和哈罗德一起在去见强哥的飞机上，两人一路无言。小鹿知道哈罗德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，于是直接和哈罗德开诚布公。哈罗德对小鹿的背叛感到很失望，自己将小鹿当作女儿一样培养了10年，可是小鹿从一开始就在欺骗自己。哈罗德告诉小鹿，在飞机停下之前，你必须选择好站队。哈罗德的逼迫让小鹿很为难，一边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一边是待自己如亲生女儿一般的师傅，他无法做出选择。画面来到一家中餐馆，哈罗德曾经拜访过的神秘人正在这里等人，来人正是刺杀雨叔的杀手。杀手见到神秘人后，直接质问对方是否知道哈罗德身边有间谍的事，为什么要安排自己去做这个明知道会失败的任务。没想到神秘人直接承认自己早就知道了小鹿的身份，因为小鹿就是自己安插在哈罗德身边的。当初雨叔拜托自己将女儿安排进中情局，于是神秘人就将小鹿安排在了哈罗德的身边。杀手听到后，愤怒的想要离去，但却被神秘人叫住。他称自己把雨叔当做自己的儿子一般，甚至还要超过自己的亲儿子。但是雨叔知道了一个秘密，而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让军阀强哥知道，因此他拜托杀手务必替自己杀掉雨叔。And now I'm gonna ask you to help me clean it up, so that no one else ever will. I'm gonna ask you to do the one thing a good father must never ever do. I'm gonna ask you to hurt my sons. 雨叔究竟知道了什么秘密？小鹿到底会如何选择？这个老头想要干掉阿富汗最大的军阀头子，他应该怎么做？雨叔带着金姐飞往摩洛哥，打算找一个朋友寻求帮助。在30年前，一伙苏联部队秘密潜入阿富汗，宇哥帮助强哥团灭了对方，并抓到了一名军官。但是就在强哥对这名军官严刑逼供时，强哥的妻子强嫂却突然找到宇哥，让宇哥今晚凌晨在基地外的小树林碰面。到了夜里，强嫂告诉宇哥，自己其实是苏联安插在强哥身边的间谍。那名军官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他担心自己身份暴露，希望雨叔帮助自己。其实苏联人进入阿富汗时得知了阿富汗境内有一个富矿，而且是一个稀有金属的矿脉。强嫂经过多年的调查，已经知道了矿脉的位置，但他没有告知苏联人，也没有告诉强哥，因为得到这条矿脉足以扭转整个战局。他不想苏联为了矿脉大举入侵阿富汗，也担心强哥得到矿脉后变成一个暴君。得知一切的雨叔答应帮助强嫂，他来到关押苏联军官的牢房，偷偷将人放走。其实强哥早就知道了强嫂的身份，但多年的同床共枕，强哥认为强嫂的心是向着自己的，没想到强嫂竟然伙同雨叔将敌人放走。强哥询问两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强嫂只能告诉强哥那条矿脉的事，但也如强嫂所料，强哥在知道有一条富可敌国的矿脉后，立刻利欲熏心，想要逼问强嫂矿脉的下落。雨叔为了救下强嫂，这才带着强嫂逃回美国，当然这也得到了年轻的哈罗德的帮助。如今强哥之所以想要活捉雨叔，还是为了那条矿脉的地址。雨叔这次要去见的人，正是当年他放走的那位俄罗斯军官。另一边，哈罗德和小鹿的飞机抵达了机场，但这里并不是阿富汗，而是非洲边界的一个小国家。这里正是雨叔和强嫂逃回美国的那个机场。哈罗德认为强哥是在考验自己，想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当年事件的参与人，于是在机场档案室找出了当年雨叔他们乘坐的那个航班的信息。他给强哥的代理人打去电话，将航班信息告诉了对方。没想到对方在确定了哈罗德就是事件参与人后，直接就将哈罗德给卖了。The memorandum detailing your guilt will be distributed before end of day. What? I'm sorry. Hello? Hello? Fuck. 强叔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曾经帮助宇哥和强嫂逃回美国的帮手呢？小鹿建议哈罗德可以一起去找雨叔解决这件事。他和雨叔有一个隐蔽的联络方式，利用银行的汇款，如果汇票的尾数是0，那就代表小鹿没事；如果是1，就代表小鹿要来找他了。哈罗德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报平安，没想到妻子却说有人找，原来是那个神秘人。神秘人其实是哈罗德的老上司。如今哈罗德曾经帮助雨叔这个叛国贼的事已经公开了，甚至为了掩盖真相派杀手除掉雨叔的事也被公开。老上司告诉哈罗德，可以将一切的事推到小鹿的身上，这样自己就有办法将你洗白。哈罗德听后顿时陷入了两难。当哈罗德和小鹿抵达摩洛哥时，哈罗德突然在大厅见到了国土安全局的人，他以为对方是来抓自己的，立刻让小鹿停下。没想到小鹿却说这些人就是自己叫来的。哈罗德不明白，以为小鹿是打算将自己交出去。小鹿也没有急着解释，他告诉哈罗德，你的孙子其实每天晚上都会和自己发短信，而你昨天和你老上司的电话，你的孙子也告诉给了自己。他知道老上司让哈罗德将一切都推到自己身上。小鹿询问哈罗德是怎么选择的，哈罗德表示自己当场就拒绝了老上司的建议。When I was offered a magic wand to just make all this go away, to make you go away, God
God help me, I couldn't stomach the thought of it. You should take it. 小鹿已经自己把事情全部揽在了身上，他让哈罗德和国土安全局的人离开，自己会和父亲处理好后面的事。两人拥抱后，哈罗德走向了国土安全局的人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老上司派来的杀手和自己擦肩而过。当哈罗德来到门口，见到了国务院代表坐在一辆面包车上时，立刻知道了事情不对。他跑回车站，却发现小鹿已经不见了。其实老上司早已经和强哥达成协议，将哈罗德的事推到小鹿身上，再将小鹿绑走送到强哥那里，用来威胁雨叔。此时雨叔也见到了当年那名军官，想要获得俄罗斯的帮助，但雨叔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在外面等雨叔的金姐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正是强哥的代理人，也就是说，这名军官其实也被强哥收买了。就在军官让手下抓捕雨叔时，雨叔出手了。That's twice. 雨叔出来后，干掉了想要留下金姐的保安，接着抢了一艘快艇离开了这里。他将快艇开到了和女儿约定的地点时，看到了一架直升机，从直升机下来的人正是哈罗德。Where's my daughter? I know she was with you. Where is she now? She's been taken. Taken. Taken by who? The old man. We're gonna go get her back. 老头子第一季到此结束。